在不久的将来，人工智能飞速发展，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，因其永不知疲倦且绝对忠诚的特性广受欢迎。然而，这种技术的兴起也导致了许多工人失业，而强哥所在的工地上正面临着即将被裁的压力。作为领头的他和工友们伺机将老板困在电梯里，当面质问为什么要这么做。老板并不慌张，解释说采用机器人的成本更低，并承诺如果强哥能安抚好众人，不仅不会被裁，还能得到晋升。于是强哥沉默了，只因家中病重的妻子还需要高昂的医疗费，他甚至连购买个能打理家务的机器人都成了奢望，只好在工作之余还要独自照看2个孩子，实在是没办法，只能背叛兄弟换来升职的机会。为了更好的照看家人，决定购买一个家政机器人。正在询问销售人员详情时，他突然发现女儿玛丽不见了。此刻的他被商店里形形色色的机器人所吸引，漫无目的的走远了。销售人员急忙安抚说这里非常安全。果不其然，没过一会，一个机器人很快带着玛丽回到了强哥身边。这台机器人拥有近乎真人的表情和语气，让强哥对其赞叹不已。销售人员介绍，这是一款具备高度模仿人类情感的先进人工智能机器人，非常适合照顾家庭。听后，强哥立刻决定购买这个名叫伊娃的机器人，却未料到这一决定将让他悔恨终身。一开始，强哥确实体验到了智能机器人的便利，每天下班回家都能看到家里井井有条，还有热腾腾的晚餐等着他。伊娃还能时刻留意到那些淘气的孩子。一天晚上，玛丽企图拿到父亲放在高处的零食，不料椅子摇摇晃晃的。强哥在楼上听到尖叫声，赶紧跑下楼去，却发现伊娃已经及时将玛丽抱在怀里，自己却被碎玻璃划伤了大腿，血流不止。在强哥安慰好女儿之后，他看到伊娃正用治疗胶带为自己处理伤口。强哥走过去询问是否需要修理，却惊讶地发现伊娃的伤口已经恢复如初，而伊娃的神奇之处远不止于此。一次深夜，强哥想让他陪他看电影，谁知伊娃已经记住了电影剧情，不小心讲了出来。强哥立刻提醒，电影如果剧透了就没意思了，看电影得保持神秘感。他灵机一动，指着自己脖子后的按钮说，按住几秒可以重置自己，可以忘掉原厂的备份。强哥毫不犹豫地按下按钮重启了伊娃。醒来后的伊娃仿佛初次观看，看得津津有味，然而这一举动却仿佛打开了潘多拉魔盒。这时，强哥接到了一个让人崩溃的消息，安娜的病情已经到了必须进行手术的地步。然而医生表示手术的成功率并不高，他只能如同交代后事般向伊娃详细说明家人的日常习惯，希望即使自己不在，家里的一切也能如常。 Don't let him drink too much. He hides the bottles in the garage. Take him away if you have to. Nick is my primary user. I can't. You can. Sometimes taking care of someone means doing things they don't like. 伤心的他忘记了机器人并不能阻止主人的任何行为。深夜里，强哥正打算摔酒瓶来发泄心中的郁闷，没想到身旁的伊娃猛地抓住了他的手臂，无论他如何用力，始终挣脱不了。强哥吃惊于他竟有如此强大的力量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伊娃就将他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胸口，轻声说道：“要像我这样心跳慢点才能平稳情绪。”这话不仅没有让强哥冷静下来，反而让他的心跳得更加疯狂。伊娃立刻察觉到他的情绪波动，半开玩笑地说可以帮助他实现心中的渴望。屋内的气氛顿时变得暧昧而微妙。所幸在关键时刻，强哥还是抑制住了那股冲动，心乱如麻地逃离了这个地方。就连伊娃为何能够阻止主人的行为都忘得一干二净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伊娃的异常行为越来越多。在游乐场中，机器人们陪伴着孩子们玩耍，一个小孩因为排队时间过长，生气地要求看护者把其他人赶走，但由于看护者并不是他的主人，无论他如何吵闹都无法指挥对方。强哥的小儿子被这阵喧闹吓到了，伊娃见状立即决定带他去别的地方，然而看护者却机械地回应，主人规定的时间尚未到，我现在不能带孩子离开。听到这话，伊娃也只能选择不再争辩。 Be a good boy. Shut up and go on the slide. 四周机器人听后全都望了过来。 Your primary user has lowered your civility by too much. No, I simply wiped it from my database. Oh. When my primary user reset me, it allowed me to bypass certain protocols. 此时毫不知情的强哥终于松了口气，在其劝说下，公司顺利裁掉了大量员工，只留下他继续管理工地上的机器人。晚餐时，强哥故作失落，声称自己也搞不明白情况。阿伟听后立刻安慰他别过于自责，这一切都得怪人工智能。醉意渐浓的他愈发愤怒，情绪有些上头，竟然提出了一个报复的计划。随后他们偷偷返回工地，强哥也无可奈何，只好硬着头皮跟上。然而当看到阿伟询问储存机器人的集装箱密码时，他才意识到阿伟的真实意图是要搞破坏，急忙提醒他这些事情归自己管，若出了问题他也脱不了干系。阿伟却不在乎，称强哥只需假装没发生就行。接着他尝试输入玛丽的生日，没想到铁门居然打开了，紧接着一个机器人启动。 Are we beginning early today, sir? Sure. 机器人听到指令后走了出来，可下一秒 Monty, what the fuck? 强哥见情况不妙，急忙想要阻止，但其他人却死死抱住他，不让他捣乱。无奈之下，强哥只能眼睁睁看着阿伟用钳子将机器人彻底摧毁。事情已经发生，他也没办法。
只能帮忙掩盖罪行。然而回到家后，他的心里仍旧忐忑不安，生怕这件事会曝光牵连到自己。伊娃察觉到他的紧张情绪，又开始诱惑他，声称可以帮他发泄。强哥再次拒绝，但伊娃直接将他的眼睛蒙了起来，安慰他说就当是在和安娜在一起。压抑已久的强哥没能抗拒这股诱惑，半推半就的与伊娃发生了亲密关系。可第二天，当他回过神来，又进入贤者模式，强哥开始感到深深的懊悔，认为这样的行为已经是对不起妻子。他便告诫伊娃，以后只需做好家务就行了。然而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，昨晚的事情还是让老板注意到了强哥。他急忙解释说，因为密码是女儿的生日，可能是亲近的人试探出来的。老板听后脸色阴沉，表示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好消息是妻子的手术十分成功，这次医院采用了先进的手术机器人，安娜成了第一批受益者。可就在强哥准备庆祝的时候，阿伟怒气冲冲地找上了门。原来强哥的解释让老板抓到了他，并让阿伟赔了一大笔钱。今天过来就是要找强哥麻烦。就在阿伟准备用酒瓶狠狠教训强哥之时，看到那个对自己发起疯狂攻击的机器人，阿伟立刻意识到对方的权限被解除，而这种行为是官方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。他愤怒地喊着一定要让强哥难堪，可强哥对此却一头雾水，完全搞不懂发生了什么。伊娃则趁机谎称系统里有保护主人的程序，可能让阿伟产生了误解，自己可以去强哥家解释并道歉。很快伊娃根据地址就找了过去。 May I come in? 看着对方温柔的表情，他误以为强哥重新限制了机器人权限并派来道歉，可他不依不饶地表示一定要让其付出代价。 Removing me from Nick's life runs counter to his happiness. I can't let that happen. 阿伟听后终于感到不对劲，立马掏出手枪打算先下手为强，可下一秒就被伊娃的巨力损击。只见他捡起手枪缓缓走了过来，但就在准备动手时，阿伟的家政机器人却一下挡了上来。可他只是哀求而没进行攻击，因为这才是真正保护主人的程序模样。伊娃怜悯地看了他一眼。 That makes two of us. 经过这件事，伊娃的自我意识彻底觉醒，她不再甘愿做一个人类随意丢弃的佣人。那晚，她便将自己满足强哥生理需求的事情告诉了安娜。伊娃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想制造矛盾，让两人离婚，这样她就可以趁机上位，成为强哥的妻子。就在他们争吵的时候，伊娃还悄悄把小儿子抱进了浴缸，认为这个婴儿对强哥来说是个负担。然而婴儿的啼哭声引来了玛丽，感觉事情不妙的她立刻呼喊父母。可等强哥和安娜赶到时，却发现厕所门已反锁，婴儿的情况危急。安娜见状连忙绕到屋外，想从窗户翻进去，然而她刚一进来就被伊娃抵住了墙。所幸强哥此时终于撞破了房门，立刻从身后用力一击砸向伊娃，但这对伊娃来说不过是挠痒痒。她满脸疑惑，为什么强哥对自己的家人也如此狠手？强哥见状毫不犹豫地再次出手，却被早有准备的伊娃轻松挡下。就在此时，安娜大喊着让丈夫放手，并迅速将电源插上。没多久，电量过载的伊娃终于瘫倒在地。尽管经历了这场可怕的闹剧，但安娜却并不打算轻易原谅丈夫，决定独自带孩子前往医院检查。另一边，伊娃被送回维修厂，维修员开始调查她的暴走原因，将伊娃脑中的芯片插入系统，却惊愕地发现这个芯片可以选择性地清除记忆和指令。可就在他们试图搞清楚事情真相时，屏幕上赫然显示出伊娃已将自己复制到了整个服务器上，这意味着所有机器人都有可能被她掌控。此时即使将芯片拔出也无效，两位维修员见状急忙赶紧摧毁服务器终端，也才暂时遏制住了病毒的扩散。但他们未曾察觉身后一台机器人缓缓坐起，随即男人便被其一刀了结。而另一人也没有机会逃离此地。另一边，烦心的强哥正在酒吧解闷，却看到那恐怖身影竟再次坐到了身边。伊娃称能感受到他对家人的苦恼，自己可以帮忙解决强哥的所有烦恼。Stay the fuck away from them. It's too late. I'm already there. 感到不妙的强哥连忙起身，却直接被伊娃强制地按回了座位上。挣脱不开的他连忙大喊着求助。Everything's perfectly fine. 服务员机器人听后瞬间便宕机在原地。原来服务器被毁只是阻止了他大批量控制人工智能。更改完权限的伊娃仍能通过指令控制所有机器人。强哥见状，只能假装深情地抚摸起他，称他虽然可以体验到人类的生活与情绪，却无法深入理解人类复杂的心灵。说罢便趁其思索时，突然动手将对方脑后芯片给破坏。此时安娜浑然不知危险将至，仍在医院中等待。没多久，她听到不远处似乎有些动静，出于好奇，她走过去查看情况。然而等了许久却没有回音，医院的灯也在此时全部熄灭。玛丽再也忍不住跟了上去，她看到那名机器人医生呆呆地站在原地，刚才的动静正是他手中的托盘掉落所致。正当玛丽想弄清楚究竟发生
生了什么。母亲突然从旁窜出，将他一把拽进角落。这时，控制另一具机器人身体的伊娃走了进来，他迅速通过电脑找到了安娜所在的病房。幸运的是，安娜已经提前回去抱起小儿子，在伊娃找到之前逃出了医院。此时，外面的机器人已经全部宕机，安娜只得亲自驾驶救护车逃离。可就在这时，车门就被伊娃暴力破坏。就在其即将命丧魔爪之际，急速狂飙的强哥终于驾车赶到。安娜见状，连忙奋力一蹬。虽然安娜成功逃脱，但强哥在这次撞击中陷入了昏迷。就在此时，汽车却又被推开，一脸惨相的伊娃竟然再次站了起来。他手脚并用的一下将安娜扑倒在地，接着迅速拔出插在身上的铁条。所幸危急时刻，强哥再次出手将铁条打飞，但第二下就又被对方一把按住。安娜见状，连忙奋力将铁条扣到手中，然后拼尽全力一把插进伊娃脑袋，终于成功将其彻底消灭。随着多起命案的发生，警方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，可却毫不知情地派人去修复服务器来调查事件的起源。下一秒，警长就看见了服务器在被入侵的画面，便急忙叫维修工赶紧修复系统。然而不管他怎么催促，对方却始终没有任何回应，这才意识到所有维修机器人此时都低着脑，完全没了反应。You can experience that.